我昨天本来想准备一份 PPT，到后面又懒得去排版，然后又不想太丑，就决定喜欢用这个，就大概把逻辑梳可以，理了一下，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呃，嗯就比较喜欢用这个，觉得它的逻辑这个 比较清楚。X Mind，哎，，Xman 的，对对对对，呃其实就是说，第一点是关于聊聊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经历啊，然后第二点就会讲关于《头文字 D》这部短片它是怎么去制作的，或者是好，为什么会好的，好的，做一条这样短片，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可能是两个大部分。其实关于我自己学习经历的话，早期基本上就是在刷教程吧，而且我感觉我学东西特别笨，就我学一个软件的话，会希望把它所有细节都研究清楚，就是把所有东西了解清楚。但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就是我们在做东西的时候，其实用到的东西其实往往很少的，你不需要了解那么全面的。但是嗯了解清楚这个事情你还是可以去做一做，但是不需要抠太仔细。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就基本上在学 PS，我记得当 B 站有一个经纬 PS，对有一个这样的 PS 教程，当时还去搜了，就说啊哪家 PS 教程好，然后就推荐了一个这个教程，然后大概是200-300集，然后我那时候是2个月看一下，每天晚上就在看这个，靠这个入睡，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刷教程，我容易失眠嘛，然后就基本上是刷教程，看着看着就会困了，然后就这样把这教程给刷下来。然后其实学 PS 它有个好处就是，它跟 AE 的关系其实特别特别紧，就里面一些图层叠加模式啊，包括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是数码艺术嘛，其实 PS 其实是算一个入门比较好的一个东西。嗯，你包括后面我在做一对，些 嗯，MG 动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 PS 里面把画面都做好了，然后它跟 AE 直接就 PSD 互文件，通是吧？对对对，直接导到 AE 里面去，然后 AE 给它做一些动画之类的，所以是基本上我是从这个开始学。但其实接哦，触这原来这样，两款软件的话是可能比较早的话就是我记得 PS 好像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玩电脑嘛，然哦，后就网上听说 PS 特别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去下了一个，然后给自己 P 了一张图，就把自己 P 成一个肌肉猛男那样子。但后啊，面其实这样，我以为就后面也没有再还以为去玩了。啊、还以为你把同学的头皮到动物身上。没有，那个时候我 P 同学到后面都是基本操作的。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把自己 P 成一个肌肉猛男那样子，那张图我现在都没有去找了。然后后面 AE 的话，好像是高二的时候也有接触一下，但是高二的时候是当时有个女朋友，然后她生日的时候给她做了一个视频，然后那个视频是套模板的，就是呃套了一个 AE 模板，但是后面高考了嘛，所以 AE 也就没有再去碰了。后面就是学美术，然后考试，结果也没有考上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学校。然后讲到就是嗯，大一接触完 PS 之后，当时我还接了一个活，特别开心，就是接了一个海报，五十块钱，然后给我妈发微信说我自己能赚钱了，哇，你知道感觉就是特别开心。然后这也是特别糟糕的一点，我觉得大学就是学东西学完之后特别想去赚钱，特别是后嗯，面到了大二的时候，哇，就开始觉得 AE 比较酷了，因为我们本身动画专业嗯，就开始做影像类的东西了嘛。然后当时就是把，它可以动了，对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把那个 AK 的教程，就 Video Q5 的那个全部教程也是嗯，按着做下来，就把它刷了一遍，对全部刷了一遍，刷了，嗯就是基嗯本上 AE 这个东西我就已经了解清楚了嘛。然后嗯，到后面开始就接活，就特别糟糕。当时是学完 AE 之后有接到一个活，当时一晚上给了我2000块，我操，我觉得好刺激啊！哇，一个晚上2000。那有蛮那还多的，那还可以啊，对啊，就那还可以的，大学期间，就是作为学生来说，一次性接到这样活，而且那时候我还才大二吧，然后就会觉得哇靠，这个事情好刺激啊，然后就开始疯狂接活了。然后那时候往后之后，我都没有向家里要钱，我跟我妈说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了。那其实我觉得是大学时间去赚钱是很浪费的一个事情，我觉得特别特别蠢，真特别蠢。好像我们都也这么闯过来的，是啊，也没有特别蠢，一个晚上两还好，千还行，对啊，我觉得不一个晚上错啊，没有啊，我觉得真赚了这个的，钱，嗯、可以跟女朋友潇洒一下。对，但我觉得其实是你在那种时间应该是多去创作一些或者多想一些东西的，而不是
着急去输出，我觉得这样是特别不对的，是确实是特别不对的然后就是学完 AE 之后，对，当学完 AE 之后，其实 AE 一直是在做一些假的 3D 效果，然后包括做一些特效的，它特效也都是假的，就是那种平面上去模拟，然后你去对效果，对，伪所以3D 的，对吧？就一直感觉不够给力。然后呢当然大学是有在学玛雅嘛，然后课程安排也是一些3维动画的，我报的职业也是3维班。然后当时在接触玛雅的时候，我是意外的发现了 C4D 这个软件，然后发现我靠，这个软件比玛雅好学多了然后那个课程交作业的时候，我就干脆放弃玛雅，直接用 C4D 来做了，而且因为它容易学，所以你会比普通同学做的东西更好。这个东西会给你建立一些成就感和自信心，然后就开始加入到C4D 的学习里面了。其实 C4D 学当时是特别快，可能1个星期就看一些基础教程之后，后面打算深入学习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片子来临摹，那个短片临摹，但是我没临成功，觉得基础可能太烂了，就你们应该都知道。你是自学的1个星期就去临摹了？对，因为我当时没耐心，我不想再去刷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干脆就是去学的时候，我发现我要用什么再去查什么嘛，但发现不行，真的做不下来，就是这条，爱奇艺，我找不到这条片，找了半天。这个这条片，我们当时好像对，应该是13年的时候吧，13、14年出来的。这条片。对。当时我们也想临摹。你看一下，好多人都临摹，因为它是不是有 breakdown？对，很多人看。对，有个 breakdown， 对。对，他 YouTube 上还有一个教程的，跟着做，然后发现基础太烂了，然后就做不下来。哇，当时觉得这条片特别棒。这个片感觉是使用了 C4D 成名的精髓，对精髓，各种那个动态图形模块，它都用的特别好。对，这也是 C4D 它的一个超级强项嘛，就是 Mogram 模块特别强，就是玛雅其他都比不了的，所以当时觉得，没想到你们现在都还觉得这条片，觉得这是挺好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来看这条片，我觉得都挺好的，就对吧？我的意思是，就你们这一批的这条片。然后这条片确实挺老的是挺老的。这个很老，然后这个视频我找都找不到，我昨天找了好久，然后在爱奇艺上发现有，然后就淋了一个开头特别短。你自学1个星期就能凌晨可以啊，我觉得没有，然后到后面做不下去了，后面那个复杂的效果完全就懵了，复杂做下去了。对，就其实就只到这里了，就没了。还有一点创新的，开始还有。没有，觉得如果临摹一模一样去做，就有点没意思，所以就乱做，就做一些这种，就自己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对，然后但反正没临下去嘛，没临下去，后面觉得其实应该还是要正儿八经去把这个软件给它摸透，然后就有一套音速的教程，就是它是3本还是4本？蓝书，对，蓝书、红书和蓝书、绿书。我忘了是4套还是3套了，反正有讲基础入门的是蓝书嘛，然后一个角色动画的是红书好像，反正是把这个教程算是这个是视频吗？是视频吗？对，它是视频，它不是书，它是视频。OK。对，然后好像花花老师还在那边讲。我觉得好像蛮经典的。对，看很多人他都在推这个。对，然后其实基本上是把这个是按教程跟着做下来了，然后算稍微了解一些，了解一些之后，其实也没去做太多创作，就对，好像就没有，就那时候基本上还是沉迷在 AE 去赚赚钱，就是搞这个事情，就是但是有些课程上3维课程上的作业基本上都是靠 C4D 来完成了，包括毕设也是，就是靠 C4D 这个软件来完成。C4D。对。OK。我现在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就我有一些比较早期的东西。
啊，就学生的时候，特别幼稚的时候嗯啊，可能没有了，就那时候做了一个角色，就绑了一个僵尸，然后是默认渲染器炫的一个小动画，当时也是课程作业，就从来没找到，我不知道放在我笔记本上了好像。所以 CD 基本上当时这套学完之后就是基本上了解 CD 的整个模块是怎么用的，哎，对对对，但是就是说没有实战经验，就是完全没有，没些经验。对，没有工作经验和实战经验，就是一直现在就放那边吧。然后其实哎，我想对啊，然后就是在学习这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就其实一直在找自己的一个职业方向嘛。从最开始我学 PS 想说，哎呀，我干做一个平面设计师，到后面说 AE 可以做一些就是那种栏目包装还是之类的活，就是不知道自己职业方向。但是我自己首先是动画专业嘛，但是我不太喜欢，就是我自己预想着，我觉得我毕业之后我不会去干影视的活。我觉得因为我能预想到，就是你干影视的活，其实你基本上是在公司里面。做一些是吧？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即便流水线，对对对对，即便我有，就是即便说我有一天真的干到了很厉害，那可能我来做一个导演的时候，那你做导演的时候，其实你不光是说创作，你还得管特别多人啊，或者说是其实或者说动画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在讲故事，它是电影里面的。他是在讲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对画面的直观的追求的东西可能会觉得多一点。对对对对对，感官上的东西。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对那个东西会更多一点。就对于故事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太大了，就是我觉得我也学不来。我觉得那个东西要走高的话，可能那是哇太遥远的追求了，我觉得就放弃了。然后我后面也是才知道，就是我原来在玩的这一块这些东西是有专业名词叫 motion grapher 的，对吧？其实当时应该是在 B 站上看到了一个作品，就是那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就是哎呦，就是看到了真神17年那条 pose， 哇，就是让我觉得我靠，这个东西好酷啊！就是这个，就是对对对，就是猫上班。给你这么经典的评价，就是看到这条片之后，我就觉得我操，这东西太棒了，我要学。然后我还给同学安利了说这条片，说哇，你看这个片很酷啊。就我现在我觉得它不同于其他那种动画什么的，它对画面整体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构成啊、美术方面的那些东西要求要比较多。我觉得哎，这东西特别酷。然后就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对，然后就是去查了曾老师的相关资料，然后看到一些大二感受了一下曾老师。对，了解一下曾老师。然后那个初中的时候开始用 PPT 编程，我说我操，这太屌了，这是神仙。然后很少有曾老师，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强。然后后面就是说通过曾老师就发现了。一票干这个的人物，就发现烧麦老师，就是哇，商业作品也能做这么酷。我其实后面就有一个职业方向，说，哎，我也来做这个东西吧，对，就是当你看到这个5T 啊，这个机器人啊，包括早期这些动态设计元素，它三维化那种感觉啊，包括后面这些片子，每一次其实会给你带来特别多的那种热血，还是怎么说，就是会有一个一定动力在，会刺激你，我觉得特别棒。包括后面郑老师开了猫平台，我现在也是一群的小伙伴，就是其实是而且我觉得特别佩服你们，是因为像我们这些算是后辈的话，有你们是已经在这条路上走的其实挺清楚了，我们是可以很快的去了解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在你们那个时候，你们前面在国内没有这些人的时候，你们真的是凭着自己的可能是就是坚持和喜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觉得真挺好的，所以当时就基本上已经
其实我感觉我自己摸的也不太行。现在这个动态设计这个行业，它变化还是蛮多的，我感觉。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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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觉得也就这几年的事情，从我那时候开始学啊，到现在这种繁荣状态，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是觉得一直 motion 这个事情，它有两方面，就是一直一个是就是说作为商业上的一个应用，作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是怎么把它做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就是它可能跟音乐啊、电影啊一样，它其实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一个艺术范畴，我们来研究它的影像资料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两面在的，它不仅仅说是你玩的东西，或者不仅仅说是你用来赚钱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两方面在的。所以其实当时毕业之后，我就决定说，做这个了嘛。很好的决定 ，good。所以当时毕设，其实当时毕设做很烂，毕设也是同期排了一个商业案子那样去做。我毕设，其实当时构思的时候构思的特别特别好，就想着，找了一些特别好的参考图，就是那些参考图是这样，就是很多照片，但那照片看起来特别特别像 CG， 就是因为它场景特别特别不真实，特别特别魔幻。就比如有一片红色的海啊，但是那是真实的，还有一些苏维埃的建筑，还有一些苏维埃的建筑，那建筑上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就是那种卫星锅，你知道吗？对，然后那些东西看起来它特别的不真实，特别像 CG， 但是它其实又是摄影，它是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当时我就特别想把这些东西做成一部短片，我就把那个看起来像 CG， 但我又把 CG 还原出来，但其实它是现实中有基础的。但其实后面做的时候，完全乱，就没有按这些来，就乱做了，反正做的特别糟糕。但是糟糕的话，还拿了一个站酷的首页，拿了一个站酷首页之后，我就瞄准了当时北京的工作室了嘛，然后就顺利进到北京工作室，就是到现在也就是1年时间，刚好就在那边学习了1年时间，就做商业案的经历嘛。基本上其实对这块的学习，技能上的学习，我觉得基本上是差不多这样。那你这个学习还是非常非常快啊，这个。进步好快啊！没有吧？我觉得是速度特别快，可能是会比较主动去学这些东西吧，就是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主动一点，会去投入去学习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你看都是特别特别的仔细去做这些东西。我看啊，就是构架，像你这个列出来的知识构架这些，你是从哪里学的？还是你多看片子之类的？对，关于这个技术构架，我是觉得就是关于创作这个东西，它艺术嘛，我们觉得我们从事的东西，艺术的东西，它有它的术，就是说你用这些工具怎么去做，然后这个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你的一些想法的来源，就是说你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就是这是我觉得有一些理论基础支持在的，是会对你的工作有好处的东西，就不光是我说我会用这个软件，然后会做一些什么效果这种。首先是我觉得我是艺术生嘛，是艺考是画上来的，所以我自己对于画面构成啊、色彩构成啊这些基础理论，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是有的。会画画的。你本身就有美术的基础。对，没有，但我不会画画了。就我现在你不会画？不是，我是说我的画画很烂，就基本上是属于放弃了，就我都不会想再去画画了。这条路我走不通了，我不想再去走了。就画画的人太多了。那我好奇，那像你应该可以自己画出分镜出来。那画分镜没有问题。画分镜没有问题。那你会自己画吗？就是你在创作上会自己动手画吗？会，就包括这次的86，我其实在前期的时候是大概画了一个分镜的，就是还有真迹在吗？很丑我找一找。昨天都没想拍，我找一找。来，我们看一下。能画出来你就赢了。没有，超越了至少超越了60%的组。不是因为分镜，我现在没找到，这个文本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就是画分镜，其实它不是你说你要画多好，它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就我喜欢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拿一个笔，然后拿一张纸，你去在画面上画一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帮助你思考的过程。
对，就是我说，这个车我可能一开始要在哪里，然后从哪里到哪里啊，就这个逻辑。如果你在电脑上做的话，其实很累。我没有手绘板，就是反正就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你思考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前期画画的时候，它会对你，就是对于画面来说，你会理解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构图啊，或者说一些色彩构成啊，一些色彩基本原理啊，这些事情在你后面学习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挺大帮助的。然后后面呢，就是说我当时学了 PS 之后，开始接一些海报啊，接一些这些活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研究一些平面之类的知识。就当时我记得我还有在图书馆借过一本书，但那本书我昨天也是找不到了，就是好像是什么平面版式构成、平面版式设计。平面版式构成设计是一本很大的吗？啊？是一本很大的哦。不是，但是我后面没去细找，原因也是我觉得那本书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好，它很像就是很一般的，好像是日本人出了一个，挺薄的，也不厚，但是我觉得那个书对于它可以让我了解到说，其实平面是在做一些什么工作和内容啊。就我觉得平面设计它其实往往有的时候挺像科学的，就是说这个版面我要怎么排才能方便读者去阅读，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需要去引导它的点，就是其实是怎么去控制这个画面，让它合理。它挺科学的，我觉得它挺科学的。是有一种量化的，他们把它总结成了一些规则。对，遵从这些规则就可以了。对，它其实是有点像理科的东西。对，我觉得它是有一些科学性的。但是如果我其实当这个讲排版啊，或者说是部分的一些设计的，但你说 logo 设计那些东西，它也是有一定规范性在，但它其他艺术成分是在玩那种巧思，就是说怎么结合这样的东西啊，或者说周围东西吸取灵感，那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当时就是了解平面那本书籍之后，其实对这个东西我基本上就没感兴趣了。就他一直在调整字的配重啊，为什么要对齐啊，图和文的结合几种方式啊，我觉得这东西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对我还是有好处的，就是至少你会有一个逻辑线在，就是说看到文字和画面，它为什么要这样，它其实是有道理的。包括你后面做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之间，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性在的，就不是说艺术的东西就是你自己完全去发挥，就是所有美的东西。对吧？所以每个东西它背后还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在的，这个是可以帮助你去思考的。其实到后面的话，就是动画专业就免不了，其实会学到一些影视的内容。其影视内容对我觉得对自己来说帮助还是算稍微大一点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在做影视嘛。但是跟传统影视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去讲究那个叙事性。可能更多的是镜头和镜头之间一些关系啊之类的，就当时影视里面你会了解到一些现在的一些叙事结构啊，包括我自己特别喜欢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电影，他们会把那些影片的叙事结构给拆解开，就比如像昆汀的低俗小说，他的叙事方式就不是那种起承转合，对，不是那种线性的，他是把所有东西打散之后，后面又重组到一块，让你觉得哇靠，特别棒。包括烧麦老师那条 vivo 那个是，其实也是，对你也是有那个那种结构的意思在的，就结构就是能把这个片正放和对正放和倒放都能够看，这是有一种，对吧？是在玩这个影片本身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对我觉得这事情就是对会让你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对你来说是有对好玩是有帮助的。后面包括一些镜头语言啊，就是在什么场景下你可能会用什么镜头会比较出色，包括那些导演们他们是怎么用镜头的，比如像王家卫很喜欢那种大广角鱼眼镜头，然后那种会让人物的主题会更他个性更明显嘛，就是很多这种类似的东西，包括还有很硬的一点，包括是就是乐轴这个事情也是，我觉得是可能没有学影视专业的人是不懂的。就其实包括我自己的短片，就乐轴应该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我说观众朋友们大家懂不懂可能很多人不对他们可能这个词也没有听过。我觉得就大概的科普一下这个事情啊，就可能大家如果在创作的时候是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就它这个乐轴，它应该是好莱坞的，好像是我不知道是谁规定的，就应该是好莱坞那边他们这样讲的，有一种这种规定嘛，就是我们在电影镜头叙述画面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摄像机在一个对象的同一侧，你不要对，就是不能说是摄像机一会儿在这一侧，一会儿在另外一侧，这样会给观众造来空间识别上的一个困难。其实我觉得举个例子，像我自己这次做的这个短片，我其实就有安排了几次乐轴，这么多小镜头，其实你看像这个画面，它一开始的摄像机是在这个汽车的右侧，然后呢，下一个镜头一转到它的左侧，所以我下一个镜头摄像机还是从它的左侧去看，因为然后呢再往后走，我的摄像机它有一个越过中轴线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啪了一下，然后我摄像机又可以到它的左侧过来。就如果没有这些行为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前一个镜头它是从左往右运动，然后下一个镜头啪从右往左运动，它感觉好像两辆车撞了，这是两辆车，它不是一辆车。对，所以不流畅了。对，它运动方向不一致。对，就是如何安全的去越轴，就是你得去注意的这个行为，就可能你中间要补一个它有摄像机的运动趋势啊，或者是补一个中间轴的那个镜头，这样观众他看起来是会比较合理和顺畅的。所以像这边的安排就是我有它5个镜头，然后这样这3个镜头它其实都是左右左，但是我通过这些方式它可以串起来比较顺畅的。对，其实所以说关于影视方面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受用的，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都是可以考虑进去的，是会比较受用。然后就讲到关于动画的一个知识架构。动画。对，就是但是其实我在大学里面动画也没有说做很好，我人物动画我都不会怎么 K， 我觉得那个太深了，太难了。就是你知道很多那种动画师，我觉得你动画感挺好的，我感觉你 K 人物应该也挺好，挺好。没有，我觉得跟专业动画师比起来，那真的小巫见大巫，因为他很多专业动画师有 K 了5年甚至10年这种，然后但他东西跟你那种就是他的其实还是我觉得特别有深度的，还是动画表演，就角色表演这个事情。表演，他有表演的那个层面。对，他已经超出了顺啊什么啊，对，他有那个更多的思考。对，他有表演在，就是情绪在里面。就是我觉得他那个就不是说顺不顺、好不好看、帅不帅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所以关于这边我动画这边有一个分享，我觉得是特别好，应该是可以受用的。就是迪士尼，对，应该是迪士尼总结的一个12条动画原理。12条。就是他们迪士尼那些动画师们在做动画的时候，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动画原理。他这个在 B 站还有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他对于他不光是说对于2维动画的角色表演，他其实对于 motion 来说，你也是很多方面是可以受用的。就比如像第一点挤压与拉伸，这其实 motion 用的特别多。对啊，这其实用的特别多，其实大家都知道的。然后第2点是预备动作这个事情，就是你在 K 动画的时候，如果你要表现一个东西，它就是如果给这个动作加分呢，你可以给它设立一个预备动作，就是比如我的车，我希望它有一个向前冲，如果它直接向前冲的话，其实不够，我就让它往后退一点之后有一个蓄力的感觉，然后再往前冲，就这是一个预备动作的一个意思嘛。对，就是你就跟角色放大招一样，你去给他设立一个口号或者怎样，就是有一个预备动作，让观众施法时间。对，让观众立定跳远。对，就让观众有一个心理期待，或者说心理准备，然后你再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给他很大加分然后像还有连贯动作法和关键动作法，这个就是 K 动画里面的一些
其实就是 pose to pose 嘛，就是关键动作法，就是说我们在3位里面去 K 动画的话，肯定不能说是用连贯动作法的，这个是在2位里面去分，就是说我的动作到底是一帧一帧的往下画呢，还是画出2个关键动作，然后再去补帧，这是他讲的一个方法。然后就 pose to pose 就是说，还有连续画的，我在什么大学的时候看老师全都是 pose to pose， 没看。你是3维吗？还是看的2维？我上的应该是不是，他们差别是这样子，就比如你要画人物的话，你做关键动作法关键动作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画火焰这种东西的话，没有学那里可能。我正好昨天也在看这个东西，然后我当时看那个人讲，他是说，比如说你的表演是，比如说配台词的，然后呢，他有就是比较，比如说他有一段台词，你基于这个台词来表演，那你一般就会要用这种关键动作法，因为你需要去设想几个关键的词语，它大概是一种什么神态，你不可能就是一次顺下来，你就需要先把几个关键点打着。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动作是动作戏，比如说比较大的一个连贯动作什么的时候，我看那个人他就直接用连贯动作，就顺着画。对，也是个迪士尼的人。接下去。对，因为你想像烟雾啊或者火啊水啊这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用 pose to pose 的办法去做的。对，那个没办法。对，然后他们说还有很好玩，他说如果你用连贯动作法，会有一个问题就必须得注意，就是如果你一直顺的话，很可能这个人的那个体积会越来越大，因为你没有那个对高杆，你知道吗？很好玩。这个真是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有画过2维动画。然后真的，如果我当时就是一直顺着画的东西画，后面发现东西变大了，对，变大了，是真的会变大的，就是人不就是潜意识还是不自觉的，非常有意思然后对，其实就是说这些动画讲的是2维动画的创作技法，但是觉得对于 motion 来说，你是可以去借鉴和学习，就是多思考一些，看下怎么去运用，比如像跟随动作啊，或者这种事情，就是说。我说附属动作啊，这种就是说，比如你一个物体它运动的时候，你可以为了加分或者说为了表现，你可以再给它加一个子物体，就是说用来辅助它的，对，就比如一个东西很简单，它炸开啊，那炸开单纯的一个主物体的炸开肯定不够，那你周围配一些小的细碎的东西跟它一起炸开，这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附属动作。其实大家去看这个东西，应该是都能了解，里面讲的很细，它都有配图。对，我是你们常说的 time offset， 就是这个玩意，就是时间错位，就后面那个晚一点。但是我完全不懂 motion 里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到大4的时候才有去蹭过一节课，然后那节课老师在讲动态，那节课我还没去上，所以里面讲那些我都不懂。其实也没有 motion 上好像都没有谁去特别归纳这个，但是其实真的差不多，我看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行，我以为我漏了弧度啊、弧形啊什么的。弧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动画来说，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这个。然后就是关于做动态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把动画理解成一个语言，单独的一个语言。就是它像一首歌一样，就是它不管是5秒钟还是10秒钟还是1分钟的一个片，它不仅仅动态简单理解上不是说怎么让它动得顺或者怎样，它是像一首歌一样，就是这个节奏你要怎么去分，或者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它可能是那种比较流行的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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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柔和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节奏点是大家一定就是可以去考虑的事情，就包括就是说我们 K 动画一般都是缓进缓出，或者说这种东西它也不一定是完全是要这样的，就是线性动画它有线性动画它的一个特点，就我之前看过一个 logo， 一个 motion， 就是它是一个 logo 的演绎，但是它的所有的那个镜头动画都是线性的，它是配合那个 logo 那些块状的运动也都是线性的，就是卡卡卡卡卡，最后卡成一个那个 logo， 它给人的感觉是那种特别理性或者说特别有设计感的东西，所以这是就是所有动画它表现其实它是一种语言，就是它把它当成一个语言去理解，而不是说它当成说是一个硬是要是那个缓入缓出，是吧？对，就其实都可以用的。对，其实你可以，因为很多初学者看到 motion 就是以为是缓入缓出，很硬是要那个很流畅的那个。对，其实我觉得是
没必要说就把一定要理解成这样，它只是一种方式而已。我觉得它是一种语言啊，就动画这个是个语言，就是包括给你一个 box， 这个 box 你其实是可以 K 出情绪来的，它的喜怒哀乐，你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方块，你是可以用这个小方块来表现它的一个喜怒哀乐啊，或者这些事情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语言的。有个特别简单，就是其实表现重量性其实就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你用动画表现一个东西轻和重的感觉，对需要对，而且你如果是人物的话，你还比较好表现。但是有时候就给你一个那个物体的话，你没有那些信息，其实更难。对你得自己去加这些小细节，让他去表现出这种对，感觉。就重点是观察，就是我觉得是对生活的一种观察，或者对于好作品的观察。对，这其实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现在所掌握的一些技啊和就艺术这两方面的一些基本认识，我觉得一些基本认识，就还是很年轻。整体看下来就觉得你这些学的都特别准，就是很准确。踩坑踩的比较少。没有，我觉得就没有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很深的一个研究，就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大概了解一下，略懂这样状态就其实差不多。但是你能就是你能知道我要这个对，你想得很清楚，我觉得你很清楚这些知道，因为很多人学的话他不知道到这后面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对，有些就像你之前说的，他去学一个软件，他想把软件每个模块都摸得很透，那其实就有点走弯路了。他如果是那种极客爱好者，我觉得也没关系啊，就是他就对这个软件感兴趣，对吧？做个第一。但如果是从创作的角度，对，我刚才就是说创作角度来说，其实对于软件的重要度，我觉得是可以放一放的，就是你围绕你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东西上，从艺术的角度上去出发，然后去研究就好了。而且其实现在而且我反而觉得像树这个东西其实越来越廉价，你知道吧？就是对门槛越来越低。对，门槛越来越低，就是因为现在硬件也在进步。对，软硬件都在。树是感觉可以有标准答案的，可以复述出来的。对，就艺术。对，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去深入的去做一些研究，可能会对创作来说会比较有意思。你包括树怎么说廉价，就是比如我一个东西不懂，我其实直接立马问同事，他马上就能给我解答，对吧？就是方便的同事。对，就包括它现在软硬件都发展特别快，包括现在教程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事情其实很快就是能够解决的。大家我觉得眼界还是特别重要，就是看一些什么做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一块，后面这一块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说我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其实我有做过一部2维动画短片，然后那个2维动画短片，做完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画动画了，我觉得好无聊啊。我其实还这样放一放。有吗？看一下。不是那个2维动画短片，我其实我放一下，就是它是我其实我觉得是它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创作这个事情，跟这个短片也有一定关系，我觉得喜欢这种感觉。对，你这个分类跟我有点像，我乍以为还是我自己的硬盘。我会习惯性分类了，我觉得以后找东西比较好找。这是数据不是我看一下。这是我第一次做手绘动画。你是 Flash 还是？不是， TVC 我是用 TVP。但是其实同学要求都是用纸质的在画，但我这人就特别不听话。纸做然后拍呀。对，然后拍，然后去整理。但我这人就特别不听话，然后我就觉得那样太费劲了，什么时代了还用纸画，然后我就是用 TVP 去画这个东西。然后但其实这个作品很不好，我有点不愿意放的原因是我后面那段打戏的参考，就是基本上没关系，算是抄袭了。就是 B 站有一个火柴人的一个打斗，基本上就是没关系，在大一的时候，对，个人练习的无所谓了。对，但是当时这个跟其他同学比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完整和一个算比较好的作品。当时是给了我觉得，我喜欢做这种独立动画。说不定你同学现在在看呢。我不知道他可能应该是在看吧。
无敌总局。看到哪里？你当时没有配声音吗？对啊，我就自己去剪的配音。我的 fuck，那个乌龟的，不是那个蘑菇的对形状。对。马票也太难了。哎，思考人生嘛，在你这撑时间长度都大。对对对，正反打喊，哇，这个有点难。哦，被爆炸。特别综合病的啊，特别综合病。哇，哇，这条你看蘑菇这个时候就已经掌握到了一个影片的那个高潮是要有的，然后后面炸起来。对的，没有看。超级形象。哇，竟然还有爆破！天哪！哇，就我有当时流体没有，哇，对，当时是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嘛，其实是特别不成熟的。然后，但是因为你跟同学比起来，大家都是第一次，感觉这个东西会稍微出挑一点啊。但当时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还挺厉害。和成就感去说不定做一种独立短片的一种欲望嘛，就这种创作欲，这东西一直就保留着。哎，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雾山五行》哦，看了呀，啊？哦哇，那个真的哦，那个是超牛逼了！做的好牛逼啊！打斗，他好像之前是做了一个自己一个人做了一部片子，还是好像后来才做了。那个人也特别硬核，太厉害了。哎，动画师就是话不多，人狠那种，就是埋头就是人狠话不多人狠话不多，真的就是猛画猛干。其实二维动画有特别好处啊，就是我觉得它情绪表达会特别棒，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手画的嘛，它会有情绪在里面。没有限制，而且哎，对，没有限制想，干什么干什么。对，就虽然我们做这种 CG 感觉很酷，但其实我觉得它没有什么情绪或者说没有情就是感在里面。有限制。对对对，所以我最近他创作其实还是有受限制吧，就是你还是因为 CG 的镜头啊什么都是模拟真实相机的。啊，对，就主要是有些东西你做不出来，比如说这种形变，我突然想把一个什么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然后3D 就没有办法去实现这种东西。对，用而且给你研究半天。3D 就算做的话，那种感觉跟你就是说手绘的东西就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画画就很多太进阶了，我觉得创作。对啊，很多片子成片出来以后，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那个分镜看起来很酷，有没有这种感觉？是，就是大片感、镜头感，就包括非常喜欢的那个一个动画工作室，像茶山有路啊，他其实我后面才知道跟我一个小区，但我现在没有拜访过。哇，是吗？他就在万象新天，就在我这个小区。我靠！就该我来北京之后发现圈子都特别特别小或者怎样，就是基本上都在这一带，就是经常走了听到同事聊说啊那个工作室就在这边，我说啊就在这边，就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长安有路就在我小区里面。哦，对，其实所以说关于我个人的一个成长阶段，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概括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其实就没什么。所以接下来就厉害。讲一讲关于《头文字 D》的这部短片的一个创作，就是为什么会做短片呢？其实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拿一个 B 的 motion 标签，我觉得想拿一个吧，就拿一个吧。但到现在也没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直接 B 蓝色标签。别蓝色受不起，我那音乐到时候被版权方追着打，真的。重新弄一个啊！片子做这么好，让那个 Echo 给你做一个。
对，我没找他，我其实找了2个音乐人了，但是最后那个东西太烂了，就不是太烂，就是说音乐人他们不是那个做音乐人现在要看的话就3没事，他台湾了，他应该不会看这个直播分享的。我不是说烂，就是说，啊包括我其实甚至有问大喜啊，但是他也是直接跟我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音乐人他们其实在做音乐，但是我这个片子它是偏音效，它可能是电影对影工作室。影视一点，对，而且我其实很适合 iconic。啊，是吧？哦，那我回来再找他，那么搞个重置版，包括把现在一些 bug 给修复一下，搞个重置版，有时间弄了。就是对，讲出来的，对，就是只是为了说拿一个模型标签这样子，然后但没想到意外是说啊，都受到这么多人关注，包括桑麦老师、曾老师都找过来说，哇，是让我有点受不起，真受不起。哎，睡觉前看了一下，我操，睡不着了，一直在看。啊，真的假的？我自己已经没有感觉了。我觉得这片有好的地方，但也很多不好的地方。就哎，关于这个制作部分，其实我觉得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流程的规划，其实是大家需要在创作的时候去考虑的一个事情，就不是说我要做东西就其实很随性放羊的去做，其那样最后其实你也是很难做出来的。就我觉得好像是，虽然说艺术这东西它好像很个人，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很严谨的东西在了。就是我会考虑我的时间安排，把它当成一个商业片来做，就是说我有我的 layout 时间A copy 时间，或者说在一个 B copy 时间，就是会有。就是这个时间点都是你自己已经设计好了是吧？对，但是我没有细到说去那个列表啊，没有细到列表，时间表。但是我有一个数。当时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打开日历来看了，就是说我大概要什么时间节点，我要完成这个东西。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去做这么长的短片嘛，没有很大的经验，说我可以在比如说1天2天就能把东西确定了，所以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就是但是我有个大概的时间节点，所以这一期其实还是走得算顺利的，就是构思和分镜的话，应该也就其实想做的话，应该是从有那个iQOO 那条车开始，因为那条车我动态完全没有碰车，那条车完全都没有坐嘛，哎，觉得手痒痒的，想着坐个车，然后就想坐车的时候，觉得无名无姓的跑一部车也挺怪的，我觉得那想到车的话，肯定《头文字 D》这种电影就可以拉上来，就说哎来做一个致敬吧，然后就选择了这个题材，然后就是那个电影，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很喜欢看老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刚好又看了头文这部电影，我觉得哎呀，那就是刚好做它了，所以构思其实可能慢慢悠悠的就考虑了1个星期2个星期这样子，然后到靠决定做的时候，就是执行力就下去了。那雷奥基本上就是1个周末给它 K 完了，K 完之后就是基本上是1到2天一张美术这样子。你是先把layout 做是吧？就先搭一些非常简单的景，然后把这个镜头什怎么接的。对，就是你这个流程挺好，这个就是所以你觉得这种再做设计。所以你觉得这种流程会比先出，比如说你先出 style frame，然后云山老师声音好小哎，你可以大声一点。没有，我说，所以你觉得这种流程是不是你会觉得比你先出一个图，然后再把那些图连贯成动画更适合？我觉得先出图这个事情，在我这边感觉是有点怪怪的。就是我如果要做一个整片的话，我可能考虑的角度不是从是整片来考虑，先从动画角度考虑，然后再从动画来想这个图该怎么样好。对，甚至都不是说从动画角度，我觉得我说构思这个片。我从立项的时候就开始我先要跑一部跑车片，因为你看那些跑车片，它其实也没什么内容，就一部车那边跑，但其实也特别热血，特别好看。我觉得 OK， 我要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想分镜，怎么去组接这个跑车的画面，就是他们要怎么组建啊，然后包括整体的节奏安排啊。它一开始它是比较缓的，到我把最后爆点就放在最后冲刺那一下，然后啪瞬间结束，就可能这构思在前期的时候就想好了。就反正我做东西的，是东西在前面的，然后我才去做的，不是说在做的时候去试。我觉得去试的话效率好像有点低，好像结果也不太好，所以东西都在前面的。然后那你的分镜就是会做动态分镜，就是说你的比如说这个镜头
多长时间这样？没有哎，这个好像我是凭感觉，就是就凭感觉。对，那所以你片长你自己有考虑过吗？比如说你这支片子，你一开始有想过啊，做到现在这个长度，就大概其实差不多就是1分钟的样子。我好像没有说哦特别细的考虑到我要多久，但是最后 K 出来，就 K 动画这个 layout 这个过程，好像有点感觉性的在，就是把它刚好 K 了就一个1分钟。那你有先找一个音乐去铺这个 layout？哎，对对对，这是我想讲的点，就其实大家如果去创作的时候，音乐这个事情很关键的，因为如果你对节奏把握不好的话，你有个音乐在的话，你跟着音乐去踩点，把那个节奏跟那个音乐节奏去做的话，就会很好。但我这部片它很奇怪，就是它没有音乐，所以我就找不到音乐来做了，好的，对吧？那你怎么搞的？那我就只能顺着，就可能是刚刚那个 pose to pose 一样，前面那个顺推，就是每个条就只能顺着做下去了呗。哦，真的做下去。脑补一下大概的节奏。对对对对，就我可能一开始对后面节奏没有什么特别清楚，但是我做着我感觉应该是要这样，应该是要这样，就应该是这样。所以说是得要就是不一般人。不是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这个是有个音乐，那我肯定按音乐去采，其实那样是更好的。但是这个片它没有音乐嘛，那你只能说凭自己感觉说前面是要怎样安排，会感觉。那你有在剪的时候，比如说你收集了一些音效什么那种采引擎，呜那种东西吗？然后先放在里面吗？哦，那个是有的，也没有参考片是一定要有的。我觉得做创作这个事情就没有无中生有的，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无中生有的，就一定是有参考在的。不管这个参考是短片还是现实或者怎样，我找一找。我现在分类档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你的参考资料，然后这几个工程。OK。短片参考，视频参考，就是其实就那对，主要我后面声音都剪了这个公司里面，就他们好像是个石油品牌嘛，就经常出一些跑车的片。石油品牌出了跑车的品牌，这片很棒。其实他这个短片，他反正我觉得特别喜欢一点是，他有一个故事在，就在最后这个车回到了主人车库，他相当于是自己回来的，哦，很棒。我就不一一放了嘛，就是找了很多这种对，不过那个做的还是挺帅。你有去分析吗？比如说，感觉就是他这个为什么帅，或者是对，有的，这是你找参考的时候，不是说你就是说去表面的去学习，就是你要考虑它是为什么这样构成是比较好的一个安排，就包括你看我其实整片结构也跟它比较像，就是说前面是一个氛围铺垫嘛，然后有一瞬间这个车启动的瞬间，啪的一下，哎，这个节奏就带起来了，然后这个节奏带起来之后呢，就是你车不能一直这样呼在狂跑的，就是其实包括你 K 动画的时候有一个气口，应该草马老师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慢一下。
对，就是一个紧张那个节奏之后，你需要舒缓一下那个情绪，就是砰慢下来，慢下来之后，然后马上就咔咔咔咔咔，然后节奏又起来，起来之后，然后又啪又降上去，就这个节奏点是你需要去踩的。然后我去分析的话，其实就包括这种短片里面，作为一个主角的话，它其实主要内容就是聚焦在一个车身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驾驶员身上，就通过驾驶员的特写，或者说地面轮胎的一个特写，这些事情来做一个气口的释放嘛，就或者怎样，就是用来抓节奏。而且我发现这种跑车片，它的那个摄像机都特别有意思。其实它在地上，它完全没必要这么抖，但是它就会给你弄得特别抖。哎，对，这也是，我觉得是 K 这种汽车动画，或者说表现一些紧张动画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个点，就是说你的镜头不需要那么完美和准确，你可以模拟想象成一个实拍镜头，就是它甚至有时候焦点中心就这个东西构图都是跟不到那个车，对，完全跑掉都可以，你完全跑掉都可以，但是那种气氛营造出来，你就可以了，就是那个镜头可以特别摇，然后哇，它都跑掉了，就那种感觉。车太快了，我跟不上，我操！对，然后那种感觉，就其实是这次的动态是比较参考实拍的那种感觉，就是抖啊，然后就是包括他那种我觉得他冲镜头那种感觉，就是在镜头前划过，然后这摄像机还会牵连受到影响，就啪的这样左移一下或者这样，就这些细节你可以考虑进去来做。所以前期基本上是在找这些参考片去分析和想。然后 K layout 上，我自己的一个方式是习惯把所有镜头都 K 在一个工程里面。哇，在 CSD 里吗？啊，对，因为其实这样很大好处，我不需要。生化老师，你是一般来说是把它 K 到PR 或者 AE 里面去，然后一个个对的。啊，对，我在 PR 里面做的。你是那你得配很多这个摄像机关就是开和关的动画是吧？对啊，其实好像那个 stage 是吗？就舞台嘛。但是这样的话，你的车就是一辆车吗？然后你所有的运动基本上都是基于这车的一个运动来做的，还是用了 take，就是每个 take 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一个场景，然后我就调镜头，是说反正意思就是说把那个，我看一下，我先开，就是其实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方便看衔接啦，就是前后两个镜头一个衔接，我可以很直观的直接去看，方便直接在里面剪辑。对，我可以直接的处理前后两个镜头的一个衔接。看一下怎么操作。啪啪也是这样做的嘛？你看，啪啪对。我把这个关了。所以你这个工程巨大是吧？把每个场景的镜头场景全都导进来了。我操！不是导进来的，就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是说它是开关的显示。比如我第一个镜头，这个怎么回事？怎么 bug 了？就比如第一个镜头我搭一个这个场景，然后我马上做第二个场景了，我就把第一个场景全部打包成一个组，全部就关了。对，然后给它设个舞台，然后 K 帧，它设置了舞台。对，然后因为舞台虽然控制摄像机嘛，然后这个就直接 K 那个帧，跟那个喜啪啪是一样的。因为我对，就像学的，因为可能这个东西你刚开始会觉得啊，好像这样做是不是更困难、更麻烦？但其实我发现它好处是大于它的坏处的。OK， 那你最后打光的时候，你是单独再拆出不同的啊？这只是 K layout 啊，但到时候做美术的时候，所有的镜头都是拆出去的，不可能在一个工程里面去炫。一个一个拆出来，一个拆对，其实包括这样做有个问题，就是你到后面的时候会特别卡嘛，所以其实我在做一半的时候，感觉到卡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拆开了，因为我要做的主要是说两个镜头衔接和部分的一个节奏的看，对，所以你不需要说整个片都是在这个工程里面的。可能有几个在一起，有几个在一起的。对，就够了。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工程它会有所有的layout？我记得我都拆掉了。我昨天找的时候发现，好像我大部分的镜头全在这个工程里面了，也很怪。是，我记得好像其实你其实在这个工程里也可以，你用那个层，用层给它里面把它关掉，它是不可以。也可以，对。用这个是吗？对，用那个，对。这我倒不知道，就是我发现它到后面其实是，因为你只是取消显示，它其实还是在占用你。对，这我其实也发现了，就是它其实还是在算数据的。
不过这样确实快，就省得你导出，然后再调又导出，对吧？就直接在直接里面就出来了，它这个。对啊，你看这其实前面，但是它不会因为你这个就是这个特别重，它就不是实时帧率了嘛？就是它开始就会掉帧啊，或者是对啊不能让它卡到了，我觉得。对，所以其实前期摆的时候，哦，你不用摆那么复杂东西，你看这些面数其实都就特别简单的东西。很低。对，我其实只要摆个 boss，、哦我意识一下这个镜头我是大概要有什么感觉了，这个面竟然可以数得出来。对吧？就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场景是没有什么效果器或者一些奇怪动画，可能主要是动摄像机和物体的 PSR。但如果说你场景的运动是复杂的有变形什么的，其实就肯定吃掉。对啊，如果还有什么特效，你肯定是。对。但因为我是 K layout 的阶段嘛，那这种 layout 阶段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主要摄像机。对，就是一个整片的一个节奏安排。其实你后面，你包括后面跑起来的时候，那飘的那些东西啊，包括这些东西，其实完全都没有。我都是还有景深，不是，这是只是在做的时候，就是处女座可能就习惯好看一点。对，就感觉这样很酷，这样子就把它开起来。其实只是一件的东西。其实景深也有一定好处，就是说我需要对焦，就是说像有些镜头，我其实是有考虑它的相机景深的动画也有考虑的。这样就 layout 都变细致。对，就是尽量去做完整一点。这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你看这些镜头，就是直接在4D 里面去看了，我现在是卡了。学到了衔接都挺好。就这样做，可能它的衔接处理会比较顺的样子。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切镜头，你就只用一个 stage， 就用一个 stage 去调那个剪辑。他好像就用了一个 stage， 那你这也不能拉太长，不然时间线好小啊，黑动画不能拉太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你看有1000多帧，那如果你要在这1000多帧里面去K某一个镜头，你就每次都要重新设置一下那个时间段，不然你那个关键帧你都看不到了，这么长。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它是顺推的，就是说，比如第一个镜头我搭了一个场景，然后怎么衔接到第二个镜头，场景东西怎么运动，就是顺推后面去，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顺着做。对，就是顺着做，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要调整的。你第一遍你必须把这个东西完整的先走出来，就可能跟木的一样，就可能会木的更细致一点，就是把这个东西先推出来。因为发现雷奥跟那个其实最后长得是差很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屏，可以拍一个，其实是差蛮多的。就是这东西到后面是按照我自己只要是说雷奥开完之后。就是开始去做画面美术的部分嘛，然后美术走完之后，你就开始做动态嘛，然后那个动态的时候，你要更细致的去调整那个镜头里面的一些动态，就是你的不断加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开始用 PR 去做了，就是用 PR 导出那些渲染的东西，然后去对。所以你做这个工程文件就用了一个周末。对，两天时间，就 K 了一个这个动画。那也很高效了。看一下拍屏出来的效果，感觉会被吓死。不会，很烂的，我说超级烂的，一定超级烂的。因为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你其实前期在做的时候，也不要求那么完美，就是有错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有限的事嘛，所以你在这个节奏点内，你把这个雷奥做到你感觉 OK 了就 OK 了，很多问题你后面去修就好了。你这样就省了一个去剪别人片剪幕的一个过程，直接完全按自己做。我觉得他省的最大的时间就是你导出一个 clip， 然后进 Premiere 发现不对，又要调完以后再导出这个流程。对，而且你导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这次调整还对不对，你又得再重新调。对。那个 Blender 里面是不是有自己的那个剪辑系统了 ？Blender 会好一点。我觉得 Blender 的那个感觉逻辑特别牛逼，它有 sense， 对，然后它的 sense 可以直接你不用渲染出来，然后你这个 sense 就可以直接就是在剪辑里面变成一个是那个小条条就可以剪，然后实时修改也其实蛮好的 ，CD 要搞一个这东西就好了。而且它好像不是基于工程文件的，所以说它也不至于有这个占用资源的问题。它好像每个 sense 是
我独立的。我比较好奇，你这么长的我话，你那内存存得下吗？1000多帧？我是但是64G 吧。哦，哎，其哦，其实其实你也没有必要说就是完全读取的，因为其实我做这个步骤，并不是说一定死说在一个工程里面把所有的东西展现完美。我其实主要的处理就是说镜头之间的衔接，嗯嗯，就镜头之间的动态来衔接和看一下看，对放一下放一下对放一下一开始还有 K 了一个那个啊，变焦。变那就有个前景嘛。位置，我觉得都跟成片差不多。你看慢慢的也不知道在干嘛，还是很尴尬的。啊，会啊，可以啊，我靠，这么牛逼！很搞笑，我靠！我操，拍错了，怎么显示模式拍错了？就是但你看到，就是其实大体上结构我都是已经安排好了，哎，后面就直接 bug 了，后面还没 K 完。啊，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动画可以，可以，手表那个动画好帅啊！对，就是其实我会把还有内容在。哎，对对，主要是内容，就是说我这些镜头要怎么安排，这些内容让它在就好了。然后动态上就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在，就可以没必要哎，对很细。他们很多人说，就是你那个其实应该再加一个杯子，就是里面有水。就当时不是那个拓海是他老爸嘛，我知道那个镜头，就是让那个水不要洒出来，我觉得那个再加进去。我觉得那没做完镜头，第一个是因为那个水可能不太好算，然后一个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大家都知道，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不想做那个那个镜头肯定都知道的吧，但是我就有点不太想做那个，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够了，就是对，好像就没想做嘛。我知道很多人一直在讲，就说啊应该加一个那个水杯摇的，很经典啊，所以雷奥部分、动画部分就是这样的。然后可能说关于 K 动画技巧，我觉得上麦老师你们应该是比我还厉害，就是说对对，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我感觉没有，其实好多东西我觉得一般来说啊，我觉得一般来说就是经验来说，可能动画就是打组嘛，因为如果你把摄像机，哎呦，所有的属性都是 K 在一个地方的话，你到时候会乱的，这个应该都能理解。所以说一般来说，先是3个组，就是它的3个轴，这是，然后它怎么自动保存？然后你摄像机这个一定要归零，就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归零，不然你有时候被你调了一下回不去了，这东西撤回不了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归零还是一定要会归零的。然后基本上这是3个轴，然后我一般来说会再加一个轴中心放中间，然后用来做，然后做角度的变化啊，然后可能还会再加一个目标标签，哎，然后也是再给一个轴，然后目标标签给它，然后这个的作用就是有时候在 K 一些动画的时候，比如就我们经常做产品，你做一个围绕手机产品转的动画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为了让它飘出目标点的，因为如果你所有东西就死死的对着中间的话，就太死了，所以这个东西可以用来，甚至做一些画面引导啊，或者说就是为了让它偏离那个目标中心，因为这个东西它是特别死的，对，所以基本上组就是这3个。对，而且这个目标点，比如说它固定住，你在直接移动摄像机的位置，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运镜。是啊，对，所以很流畅的运镜，但是对，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一套东西啊，就是3个轴加一个中心，然后再加一个偏离中心啊，基本上 K 动画就这样去 K。那你的顺序嘞？先 K 主轴，然后最后再偏移一个。对，这一块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经验，很懵，就是经常有时候 K 一些轴，发现哎这样好像不对，但是我就及时去试，就把它换一个，然后所以没有总结出规律来，就反正基本上感觉错了，我就你换一个吧。就我发现它就是这3个轴，它其实应该还是要有一定顺序在的啊。是我一般方式是我先不会一开始给这么多级，我就可能就是一个摄像机跟一个空机。然后我 K 完主动画以后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次级动画了，我就在摄像机后面再挂一个摄像机，然后在那个子摄像机上面再开始做一些什么动画啊。然后如果你中间
你是摄像机后面挂意个摄像机。思说是这样子吗？对对，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要到轴心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中间也会再加个轴，我发现轴不够了，那我就在中间再加个轴，就建个空层，放到上面那个空层的子集，然后再塞进去。但其实也差不多吧，差不多。不是我，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用一个摄像机的话，你是说一开始就直接主都不打，就是一个摄像机，然后去 K 动画是吗？不，一个摄像机加一个空层。一个空层，然后去 K。对。但我其实我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的这3个轴给拆开，就是你就想把每一个 OK， 我懂你的意思。对，因为如果不然它 HPP 它会乱掉。对，因为如果我现在比如要做一个这种复杂的，它3个轴都会有动画，3个轴都会有动画的一个运动的话，如果我不拆开的话，那个 K 不了了，它是会互相影响的。对，比如说你刚刚那个动画，那可能是你以横向转为第一个主动画，然后第二个动画其实就是一个竖向的旋转，然后你竖向旋转可能对你就需要在摄像机上面再加一个，需要再加一个。因为我可能考虑的逻辑不太一样，我没有去这样拆解去想，因为我基本上 K 动画是说也是 pose to pose， 就我知道，我比如要2个点是吧？对，我比如我要这个运动了，然后下个运动是在这边，那我就在上面这3个组里面去把它定好之后就去调整那种运动速率。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就是因为你看它那个动画的那个旋转上面它是有一个优先级的，就是顺序了。比如说你现在 HPB， 对，就下面这个 HPB，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调 HPB 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运动是 P 先调了，再调的 H， 那它就会出现好像轴不对，你怎么也调不出来的情况。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换成 XYZ， 就是把你的那个轴的顺序的优先级调成你想要的，就反正那个顺序就对了。这块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这有什么用的，原来是有讲究的。对，就 HPB 是它的那个旋转方向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head 什么 hand。可能还是理解不够深，这个我可以到时候当成一个一个问题，我自己去研究一下，我觉得有意思。你那个方法其实也可以，其实就不需要用这个，因为你其实已经把每个轴都归。对，其实我觉得拿这边有一个镜头来看就是比较清楚了。可能是这个镜头，让人看他的摄像机。我是对，其实像这个镜头，我都有点 K 晕了。它其实，好像，对，它主要是有一个这样的运动方式嘛，然后再配合它的角度的旋转。我都忘了这个镜头怎么 K 了，经验不够。这是因为那个。对，反正是我记起来，反正就是说分轴啊，就比如把会考虑的时候，会把它，比如 X 轴和 Y 轴的动画会单独去考虑一下，没有错的。就是比如我需要它往左走，它往左走的同时，我希望要它往上走，然后但是到时候会再加一个轴这好像没有错的，是这样的意思。对，然后雷奥是这样，对，后面。对，然后我 K7 的动画就是把车和摄像机放一个组，然后让他们跑。然后我其实发现 Octon 的运动模糊有问题，就是我其实开始就是做的时候就发现了，就是Octon 的摄像机运动模糊，它不是以那个摄像机为参照物的，它是以物体本身运动为参照物的。就比如我可能原来理解的说，我摄像机里面只要有动的东西，它都会有运动模糊，但其实发现并不是。就比如像我现在这样，这种情况就是把摄像机跟车绑到一个组，它可能这个车相对于摄像机是没动的，但是其实车是会对，但车是会有运动模糊的。然后反而场景是有是没有运动模糊的，是没动的。
对对对对，哎，所以对，嗯，是我记得好像之前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咋解决来着？是不是改了一下那个运动模糊的那个那个方方式我记方式？是不是方式是把运动模糊开工程吧，把它的那个它有好几个种类，好像有。它那个对，有一那个种个是类我倒有， transform，对对对对，那种类好像跟这个还没有关系，我是忘了好对，好像那个也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但是我后面是怎么解决？我想一想，这个是应该是第几个镜头来着？好像是做那个 OnePlus 这个那个机器人对，的片子。但是那个人跑半天，我靠，那个模糊完全不对。哎，对，我觉得运动模糊也是很蛋疼的一个事情。但是 A1的那个运动模糊它没有 Octane 算的那么真，就是不行，没有那个不行软件你说算真。Real Smart Motion Pro，对，那个算的RSMB 那个速度太快还行，但是这种长时间的运动模糊它那个不太行。我记得好像是这一镜好像还是单纯的开启就好了。好，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是把摄像机的模糊直接关掉，然后你需要的那个对象，你把它的运动模糊给它开起来。对，就是你把它摄像机的运动模糊这边直接全部关掉。对，然后你所需要的那部分，比如场景啊，然后你就把它单独的给它开起来。然后这个4个差别其实就是这个是不开嘛，这个是变换嘛，就是它的 XY 对位移变换嘛。然后这个位移是包含点位移嘛，就是它就不光是说，就反正会你看后面那个点就知道它包含点位移嘛。然后这个是点级别动画有呢。对对对对，点它也会识别嘛。然后这个是点贴图嘛，这一般是算水的时候，那个水流体啊，对对对，它会出3个点贴图，然后你给它分配，基本上就可以用了。然后运动模糊还有很蛋疼的一点是，它灯光是没有运动模糊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时有测过，就是如果比如这个是灯光物体，然后你前后放2个物体，然后呢你给它开动画的时候呢，物体是有物体是有那个运动模糊，但是这个灯光是没有运动模糊的，它还是以片的方式去存在，而且会去照亮那个模糊掉的物体。所以如果对。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片，它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灯光放在这个物体里面，然后呢，你去 K 这个动画，然后那个灯光你都能看见。就这个灯光它的它是物体模糊了，灯光还是清晰的。对对对，然后它都会透出来。是吗？对，我记得我之前好像试过灯光可以模糊的，还能做拉长长曝光的。不是我版本问题吗？我现在就可以测一下。你试试看，我是很早以前试过，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新版本出 bug 了。不知道，我试一下。为什么你的怎么这么大？对啊，你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旋转的那个，对吧？这很大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好神奇，感觉还好哎。不知道我感觉可能是我有问题吧。用的不是同一个 C4C。没有，我比较有问题。然后是不是要给个 HDR 什么的？但是测试的工程没有保存。可能就这样。然后给它 K 个动画。可以。是这里。来猛一点。然后改个0.03，这可能要锁一下。那个关键能拉短。渲染设置那边开了吗？渲染设置需要开的吗？好像不用哎，哪里？这个运动模糊经常是会有 bug 的。好难用啊！世界的逻辑去摆，对吧？然后，我开工程好了。然后打光，材质也是按照真实材质去做嘛，也没有那么多实验性的材质。然后打光呢，像做写实的风格的东西，其实它打光，你就是打得越自然越好。就是所有灯光，基本上就是按照物理现实的那种感觉去做，没有必要去
辅助很多光，其实这样做会比较自对，然。就是现实场景里本身有哪些光，你就打亮了哪些光，基本上差不太多。对对对，然后它怎么好看呢？就是像做摄影一样，就找那个光的感觉，好的就是说嗯什么样的光影关系会比较好啊？就其实它的思考逻辑基本上就是基于现实物理世界的。我看一下，然后我其实特别做这个短片，它的合成逻辑也特别的简单，就基本上所有画面都是那样去做。可能说最底下那一层就是三维渲染的直出图嘛，然后这个是直出的，就是一张直出图，就是一层是吗？我的合成档肉体是基本上就是是一叉的习惯，大家千万不要用，太大了。那你是这次是用的 EXR 吗？对这个习惯，我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保持的，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管理特别好管理，就是它出去的时候就一格文件，啊，一个就没有文件，对它没有分那么多层，就很好管理，而且它的 Z 通道比较好用，32位的嘛，所以就习惯。但 EXR 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不知道现在 AE 解决了没有，以前 EXR 你因为有很多分层嘛，然后你 AE 每次要调用那个 EXR，它其实都把那个 EXR 那么大的文件调用了一次，所以你那个合成是特别卡。啊，对，如果你有很多分层的话，我的合成就现在也很卡。对我的合成就特别卡，但是卡好像是不影响你做的，因为你的动态已经是解决了，然后你的 AE 其实把画面让看只要看某一帧是合的对对对其实对不对就差不多了。是吧对不太需要预览的。其实它最主要一叉的问题还是大，你看我1T 的盘，这一个项目200多 G，受不了。哦，这个大小是一个大问题。然后我一般，分层出来的话，可能会给一个看情况吧，主要的说会把 pose 给它拿出来，然后我看好多人都问你那个水珠的那个镜头是怎么做的，就是可以啊，水珠的那个转场，很多人都想看这个。可以啊，我没有，我那应该结合后期的那个效果。对对对，对我没有，现在想讲一下，就是我合成逻辑的那个，我很快的我就讲一下。你说，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画面底图嘛，然后呢，这个 pose 就是看情况去叠一叠，因为晚上的时候会有比较辉光的感觉，那种雾气的感觉嘛，所以这个 pose 是可以有的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是啥来着啊？对，这个 Z 通道我是用来做一些会相对有空间感一点，比如看吧，就会有一些加点这样子的空气的感觉。对对对，那种蓝色的空气，它让氛围嘛，然后这个是做的辉光，对那个也算是雾气那个丁达尔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就是这是用那个 AE 自带的那个 Shine， 对吧 ？Shine 不是自带啊，插件啊，Shine 是我一直以为算是火炬型的 Trapcode 的插件。哦，对对对，然后用它来做一些，就是这东西可能，其实你看这些操作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还原真实世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然后用来充当画面细节，让画面更那个好一点，然后一般我会套个滤镜，为了这个让整个片更和谐，就是套了一个滤镜，然后再进行一次调色，然后这调色的话就是用这个，然后它有个好功能点是有一秒调色嘛。它可以把这个逻辑给你拆开来，你就可以每个步骤去做。它可以这样。对，就比如，你看它可以调暗部细节，你感觉到这个片我可能暗部不能死黑，就这种蓝色。新版的它可以这样子。对，这个蓝色部分它就是纯黑的嘛，所以我觉得画面我不喜欢画面有这么纯黑的东西，我觉得那样不好，然后就去调，这包括是白色部分，然后它的暗对比的部分，基本上就套了一个这个，然后再加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红巨星的那个 red 加 bullet 对，还有那个调色套装里面，它的 red 调装里面，为什么我用这个的时候它就特别暗呢？就是你用的是就是不是线性的色彩空间对吧？就是工程。我是用32位做的，而且这个后面我其实还问到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导出去的图，它在 PR 里面的颜色就变了，就渲染出来的颜色就变了。你是不是在 CSD 里面炫出来，就小图预览跟你大图看的颜色不一样啊？不是，有没有这个？是我不知道现在我现在直接开 PR，我给你看一下，就是
CD 炫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到了 AE 里面，我合成完出来之后，我把它因为到后面要整合嘛，我把它放到 PR 里面，发现它的颜色就变了。反正关于线性空间、颜色色彩空间，我感觉我也是晕的，经常会出一些问题。那你在合成的时候是用的线性空间吗？对，我其实基本上是用32位的，因为我有接通道。不是你32位它还有一个色彩，对呀、需要你要点那个32位选的是哪一个空间？你就点32。哦，直接点那你边是点3个，你要按住那个，对，就直接点一下32，直接点对你用的是有个无工作空间。啊？哦，哎，所以无不对呀、应该是选 linear 才是线性空间呀、你选哪个才是线性的？像是那个呃 sRGB 还是对我都是用你 sRGB，你选啊 sRGB，对，先选 IEP 对 sRGB，然后下面再选线性下面有一空间，个线性打个勾，画，打个勾，对，哦，所以这样的颜色工作流程是正确的，是吧？那这个是你线性在菲斯空利里间的。出什么空间呢？你在这 AE 里就用相信的工作空间去合成。啊，那 CCD 里面的空间是在哪里调整的？在输出那边，然后 Octane 的分层里面也，不是输，在那个保存里面。这个啊、对，你这个里面说的是 linear 是吧？对，哎，那你为什么下面那个是 tone map？啊，因为我发现如果这个不改的话，颜色会变的。对呀、因为你 linear 就应该是变的。哦，linear 就是变的吗？对啊，对，如果我是改为 linear 的话，它那个炫出来的图跟我在预览的时候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都一般选到这个就出来很暗嘛。对，就是有空间差别，所以我一般选到这个出来的图的颜色跟我预览看到的图是一样的，然后我就导到 A 里面进来。但是如果你用选 tone map 的话，你最好就直接用 sRGB 输出。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是这样是吗？对，就不输出那个。哎呦，这块确实是不了解。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没出对，然后在 AE 里面你加一个看着调吧，看着调。对对，哦，但我后面就然后特别把那个大码值改到2.2也对差不多，差不多，还是有点区别，暗部有点区别了。有区别的，因为我后面就是因为遇到这个问题嘛，然后最后是在PR 里面给了一个也是给了一个值，然后把那个值调高了一点，感觉可能说差不多，但是其实还是有差的。因为 P2 牛逼的是，它好像是自动识别你的那个素材的色彩空间对，它会直接给你加个 mat 在上面，但是 AE 不会给你加。哦，我就当时就是说，对我们看那个，反正你会偏可以看看你这个这个素材是什么色彩空间，它是这在哪里看？有写的。在那个你这个素材窗口调成那个就是列表形式，应该就看得到了。然后你看右边有没有往右看，有没有色彩空间？没有，没有色彩空间。那是在哪里看的？或者你点一下呢？点一下有个什么详细信息，是不是也可以看？比如我看哪个 PNG 的，有一件，对我当时也是一直在找它的色彩空间，但是好像也都没找到，就是你看没有标注。就我当时遇到问题就是说，我这边 AE 比如看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去输出成 PNG 也是那个样子，但我到 PR 里面它马上会变灰白，就会更亮了一些。网友说是右击点解释素材，解释替换解释不是替解释我点错了。解释是没有，那个是 AE 里面好像才有解释的，这边是没有解释出来的，AE 才有解释出来的。我觉得好像应该还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这个空间选择有关系的，多少还是有点关系的。这个我觉得没关系啊，我觉得大家有状态这个好晕的。这个到时候自己再研究一下。之前也是有这个问题，好像自己手动拉一拉也行。我现在遇到一个特别大问题，就是我电脑用这个插件会特别卡。这个颜色插件吗？对，会特别卡。好像你在这个颜色插件的话，你主要是用了它哪一些效果呢？主要用它哪些？它哪些参数？其主要第一个是说它的我没有调色，就是它能
调色思路嘛，然后它有就它能一个引导帮你矫正一下怎么弄是吧？它对对对有个这个思路。就是我觉得它特别方便一点，就是像这个它可以把你拆解嘛，就是每一步好像就是给你把逻辑捋清楚了，就是控制画面。就是就如何把这些曝光什么的，先把它搞正确，这些东西告诉对对对你怎么弄。而且它特别好的也是，就其实包括我在做 4D 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说，在考虑画面的时候，我会先把颜色去掉，然后就看它的明暗关系，就是这个画面是否是一个就是素描的角度来说，它是否是一个 OK 的画面，然后最后面才去做颜色上的一些调整嘛。好，对吧？像这一步可以调整它的对比度，你看可以通过这个窗口直接看到它的感觉，你大概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就可以1到4。它这个还蛮好的，因为我每次做都是就是分层，自己在里看，自己在一层层的。它这个它直接是一个软件，就一个插件窗口全部给你全部调出来。对，然后你看就是你颜色要到什么程度啊，然后或者是你看色温色调啊，它上面还有一个从左到右的顺序，我操！对，一个流程，对，它变成一个总结，给你调色总结一个流程化，然后最后还有个对比，然后你看，感觉这个不错。可以，这挺好，这挺好。然后包括它这些功能也很好用啊，就是暗部、亮部、中间部的颜色色偏。怎么会卡嘞？这个调色应该不会卡了吧？我觉得应该是跟我显卡驱动有关系。我包括把这个关了，把这个改成仅软件好像也都会好一点对，然后但是改成这个之后，Look 是失效了，就 Look 是那个就用不了了，反正挺尴尬。好，就是如果我把这个改成仅软件的话，好像Look 就用不了。Look 我可以用来做一些什么，就是反正也是随便加一点小效果，只能习惯。所以你们都没有用它自带的那个什么 Loom 什么什么 color 啊？我其实有用那个，我其实也很习惯用那个其实也挺好用的。那个我是觉得那个在我发现他的片子没怎么加暗角。我是觉得就是包括就是暗角这种选择也是看情况的，就是不是所有东西看情况的。对，不是所有东西好像就一定要加那东西，这样子其实挺死板的，就是你可以看情况，就是去做一些选择。你要整个片子全是暗角的话，感觉在偷窥，那也不对，对不对？对，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你知道，就那个 Loom 那个 color 那个 effect，你在 AE 里面加，其实觉得有的时候它还挺吃资源，很卡，但是你在 Premiere 里面就感觉巨顺，特别奇怪。是吗？你在 Premiere 里面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你知道吗？我后来做片子就直接在 Premiere 里面调色，我发现挺屌。就它里面有一个专门叫 Color 的一个模式，就颜色模式，就顶上有个颜色模式。这里，你选对，然后任何素材你一点，旁边就是它相应的一个调色口，你就可以直接调，然后速度特别快。我也觉得 PR 的效率特别高，所以我也用来剪片子。就是它的优化很神奇，而且我在 PR 里面，比如说加什么 Real Smart Motion Blur 都不卡，我靠，我觉得特别神奇。加运动模糊都不卡。基本上就是都对，没有像 AE 那么卡。它这个就是相当于每一个素材你都可以对着调，然后我觉得效率还挺高的，就是而且它有预览窗口，上面那个预览窗口你点那个小三角，它就可以出现巨多的 LUT，然后你就能选。至少它播放的时候，这东西跟 AE 完全就不一样。AE 是我不懂它的逻辑结构，完全对，但它完全不卡的，非常神奇。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两个团队优化的？我也不知道底层，但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是真的像在播放，就是它这个素材是在播放，但是 AE 它是需要无缝到拖拽。对。就 AE 部分，它就像是所有的图，它都是经过一层计算给你的，即便你拖的是原图，它也是要经过一层计算给你的。然后这个好像是就不需要计算的样子，就像是直接在修改你的显示参数的感觉。对，还挺神奇的。对，其实讲画面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打光上越少越好吧，就是灯光好像越少越好，越少越自然。就使用现实中已有的。
对，就是它不跟产品一样，可能就是做产品的话，你为了表现结构啊，表现很多东西，你可能一个产品到时候打了5、6个、10几个灯光片都有，就放在那边，那出来效果可能很漂亮，但其实很假。但你做真实的东西就要避免这种。嗯，就包括其实很多雾气我都是就是那种丁达尔的感觉，我没有用奥克腾炫。对，我炫那种灯光雾的话，我其实是拆开炫的，就是也是用合成的方式。合成，哎，那你渲也是用Octane 渲出来的这个灯光雾吗？然后是拆开对合，对还是用其他的渲染器渲？对，我的操作逻辑是，等一下，我开一个工程来看。对，就比如像这个工程，它也有灯光雾在嘛，然后它的灯光雾可能是这一层。我是把画面美术做好之后呢，比如像我现在要那个灯光雾的话，我是把所有的材质全部删掉，然后上一个黑色的模型，开工程应该能知道，然后开工程好了，然后就直接单独去炫那个灯光雾的感觉，那样比较好快调整。就快一点。对，因为我如果是直接放在一起炫的话，你是根本炫不动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工程呢，有时候会有个丁达尔的工程，就是这一招还挺神奇的，对，看一下。我会就比如像这个，为什么你的缩略图是一个竖屏？我不知道啊，这很奇怪。有竖的也有横的。你看我这个丁达尔的工程，就是把原来工程所有东西都给删掉嘛，然后所有东西上一个黑色材质。其实我还想问一问有没有那种一键删材质的。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全选所有材质，然后右键就选择所有材质标签，然后用一个黑色材质把那个标签全部剔掉，然后再清除没用的材质。可以学到了。我现在操作是什么？把那个所有标签全部关掉，只剩一个纹理嘛，然后把所有东西展开，然后那边滑雪，然后手动全删了，很笨啊，学到了。然后就场景上只留下灯光和物体，然后物体材质所有是黑色的，然后之后你去对那个感觉，然后你单独去调整的物的属性，而且发现物的属性里面这个值也是可以玩一玩的，对啊，就是蛮有意思的。开的越高的话，它那个雾气会更加聚拢在你的发光的边缘那个周围。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参数啊，我记得当时也是，在炫丁达尔的时候，就是很早之前看一个 YouTube 教程的时候，它也有拉这个值，就是如果这个值往低拉的时候，它那个边界会比较明显，就是那个灯光照射的边界会比较明显啊，所以就这个值也会去调一调，你就可以看一下，你可能大概觉得丁达尔要长什么样子。那你做灯光雾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就是说你会先锁定几个参数，然后再再调吗？没有因为像这种的话，你其实就是你去理解，就是现实生活中它就是一层白色雾啊，所以把这颜色全部就扔上去，然后你就给它一个最大的，把整个环境笼罩着，然后你场景里面有灯光，你就调这个参数，你看到这个感觉，我会好像可以再低一点，就你可以看出，这个黄色的雾被照亮了，然后这个灯光周围也有灯光了，那你就可以到时候直接炫了。你看我炫都炫5000的采样，它很快的，炫超级快。OK。对，然后降噪的话，其实你说也可以降噪啊，就是对降噪的话，就是把这个也要开起来。我之前还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没有降噪，所以它有个单独的雾降噪啊，这个开一下就好了。所以这样炫出来会特别干净。然后其实真实程度，我觉得，后期调一调应该也是 OK 的。我觉得如果能是说场景里面直接白雾直接炫，那就当然那样比较好了。但如果像我这样其实炫不动的话，那你就按照我这种讨巧的办法去做。我觉得你这种更好你如果雾的强度就觉得不对，你后期连带的如果是一起炫的不对，整个镜头炫对，就可调性更小了。对，可调性更多一点。那你输出就这一个通道吗？对，我连雾都炫1叉啊，就是怪不得那么大，就基本上保存这两个就好了，保存这两个就好了。然后我为什么会保存这两个？就是觉得有的时候降噪它很容易把那个
降到很糊。我觉得有时候我会拿这2个互相叠一下，就希望它保持一些颗粒，然后呢有一点地方颗粒感。对，然后又均匀一些，就基本上是会又拿这2个来做。压电影噪点。哎，现在我其实觉得，你说，我就说你合成的话，又是怎么用这个通道呢？直接哦，你就比如像这个的话，哎，你是怎么叠上去？它用屏幕就好了嘛。直接 screen 上去的啊。对，直接用哦 screen 就好了嘛，就直接屏幕叠上去。然后而且你拿到这个通道之后，你还可以拿它作为一个阿尔法通道去烟雾地方做一些粒子灰尘，对吧？就是做一些粒子灰尘的地方放上去。啊，但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合成方式不好，我觉得是，你这样会把那个图叠得更亮。对，就是我记得就是好像他们就是炫烟雾的时候你看他那个 Octane 里面的那个通道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Volume Mask 吧，然后那个东西它有一个解释，你把那个鼠标移到它那个你开以后移到上面去以后，它会告诉你，他说这个通道是用来相当于去抵消，比如说那个你有雾的时候，其实背景啊有的时候就看不清楚了，然后他就是用这个通道来抵消那个东西。啊，好像有一在哪里有解释？左边 volume 就是这个 volume mask 这个左下角左下角下角，左边不，就是这个下面一个，左边哦，这里还有一个这个通道是吗？不是这个，是第一个，不是往左第一排第一列，往左一递，第一个，左一第一个哦，我对对，然后这很好玩，就你把它点开，然后你到那个视窗里，它就会有那个帮助说明的，特别好玩。它每个通道都会教你怎么合，然后它会告诉你用这几个通道合，你把它点上去，你试一下，然后你不动，你看有没有？哎，它没出来吗？它应该不动就会出来一个帮助，你知道吗？我记得之前你再试试看。这个通道倒是没有见过哎，它这个通道是干嘛的？很像这。它就相当于它把你有烟的地方啊，它就给你弄了个黑色，你看到没？对，然后你就因为有烟的地方，其实后面其实应该看不见的嘛。然后对，你就把那个黑色 multiply 在你原来的那个图上，它这样就不会过曝。然后对，这样的话它就背面就没有细节了，就看起来比较像，就不会让你那个越叠越亮。我看。哦，学会了，这挺好的。它这个应该是有说明的呀，现在没了嘛？记得之前我发现这个还挺兴奋的，说原来它的帮助在这里面。而且这样子有，你把鼠标放在上面不动就可以了。我现在没有动，就是我觉得它如果是那个，特别是烟雾，它其实还有形状的话，那这个其实更好用。那我这个还是整体，就是整个大环境全都是一个无噪的。对，因为我当时做那个就是那个塑料机，它那个流那个烟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合都不对。后来发现好像就是需要叠一个这个东西，它就可以把那个后面压下去。但我反正就是我觉得在 A 里面自己去控制也行啊。也可以，其实差不多。对，你自己画一个 mask。对，因为你看我有给个曲线，把它亮度高的地方给它拉下来了。可能也是为了防止它亮地方过曝，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做。但我是觉得就是做真实的东西太靠合成的话，其实倒是会很假。就包括我的画面其实没有很真实，就是也是因为我太爱去做合成了。你知道你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些很真实的东西，尽量前期就相当于拍片一样把它拍好了，后期调色就好了，直接渲出来，这就是差不多很真的。对，它一定是最真实的状况了。那像我现在去做这些假的叠这些雾啊、调色啊，这过程其实都是在把它越做越假，就合成感会特别重。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就在学，就是在讲这东西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是调律或者怎样，就是它一定有自己好处或坏处。我觉得合成这东西。太靠合成的，合成感会特别重，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对，就会变得像画一样，不太像摄像机的那种物理感。对。看一下，好像看那个水珠那个，他们要看那个。水珠其实就是 A 一直在那个效果啊，特别简单。然后工程的话，其实就是。对，其实那个镜头是后面单独去做，在layout里面是 K 不出来的。那个layout因为有转场效果。对，然后而且这个水我都
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个软件，然后是基本上 TFD 为什么啊和这种水都是一两天去学一下，然后马上就拿来实战，然后挺费时间。你是用的什么软件做的这个了解？ Airflow 吧， Redflow Redflow IF 嘛，对，用Flow，这个来算。嗯，就是你可能看这形态很糟糕，但它其实画面炫起来，这个其实好像如果都上水的材没质，事，加个景深，哎，没有这个水就好像不加景深也还挺好看的，就啊，是吗？对折射的嘛，然后其实它本身的轮廓不是特别，对，它没有说那个，细节很哦对对对对，哎，我看一下，就你看，这是个炸起来的水机，其实感觉还行，还可以。对吧？哈，就可能说太干净了，但是其实感觉你在这里面看起来感觉那个模型怎么长这个样子，它其实炫出来就感觉还行。而且其实最后镜头里面那个水根本就看不出来，一闪而过就到了一个大的那个水滴了。嗯这个水滴基本上就是拿克隆做的，嗯，然后给它一个置换，说匀一匀那种感觉。嗯，解算的话，可能解算蛮久了，就对，其实是分开的，就是说水这一层把流程的拆开，就单独拿个轮胎来结算这个水，到时候把这个工程复制到你的那个画面档里面去。嗯，OK，对对对，你不可能在你原来场景里面去算这个东西，太大太卡了。对，就把这个拆开。哎，你这个突然它放慢了，你是本来 Real Flow 里就有这种功能，对，有一个有的有个乌龟，这个乌龟挺好用的。哦，你看它强度从哇，你是用阻力强行放慢了，有对对对作假嘛，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软件了解就没有很理解，我觉得就是看起来是那样子就差不多了。我做的东西现在逻辑就是看起来差不多就行了。嗯，就是它强度阻力可能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干嘛的，反正它从1直接可以飙到70的时候，这个东西所有东西都静止下来了，然后给个大虚焦，它其实看不见。然后水折射一下就挺好看的那样子。然后这个镜头的动画是单独去 K 的，它就是应该是14-1。对，因为其他的镜头其实，不是这个镜头，就是其他镜头其实都是你一个工程做就好了，然后这个工程是你需要一个衔接嘛，所以把实时的失误这两个镜头放一块去做。对，这是前期的雷奥。这也做了一个衔接。对，就这个镜头单独得去做一个雷奥一样的东西。这是很早的版本，而且我看一下。其实后面那个镜头可以替换成任何，只要摄像机运动没那么猛的，对，应该都是可以的。对，万能转场。对，万能转场，这个转场其实没有万能转场，对，我这边就是想要的效果，就是说它从一个微观突然到一个大镜，有一个那种。你这是用了一个什么 CC Spell 吗？对，就是那个 CC Lens。对，就是从一个特写突然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景别，然后给人感觉会有一个反差。这个烟看的其实这个功能特别简单，我不知道后这个烟也是实时就是炫出来的一样，就合的吧，应该是。不是我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炫这种大空间的大景深对大空间的东西其实蛮简单的，就利用好这栋绕，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个空间信息。我当时不知道工程在不在，可能是在原来公司电脑上这个包里面拿回来。这个是第几个镜头来着？是15的话，哎呀，我移动硬盘里面应该。完了，这个镜头工程都丢失了，我操！没事，我操！其实我觉得特别简单，它其实直炫的那个图其实是，其实我直接开那个，应该 4D 工程是有的，4D 工程应该还是在的，别 4D 的也不在了，完蛋。你那个 A1 是每个镜头都是拆开的是吧？对，我拆开做。
感觉合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必要啊，你除非是要做衔接，对。嗯我觉得如果合在一起，能对颜色，不要跑太远。哦，但可能因为我是对颜色讨巧的话，就是说我给每一个镜头都套了一个滤镜嘛，那这个，你在首先前期做的时候，差不多你会保证它的光影是 OK 的，然后颜色上其实是差不多的，而且我还套了2个滤镜，就是它的那个CCD 里面我还选择套了一个滤镜，所以它最后出来的画面肯定是保持在一起的。哦，我操，明白你 CCD 里也加了个 LUT 是吧？对对对，我很习惯在 CCD 里面加个加个蜡的，相机标签。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烟是我觉得那个 volume 三维前期的调色，它跟你后期的感觉不一样。它那个这边我一般都会，大家都在用这个，用这个 DS 什么什么。哎，你是不是也在用？而且我都对对用这个。而且我其实比较其漂亮他的都没怎么用，就用2号这个。二啊，只要这个就行了，其他的都不需要。就我不管在做一些写实还是做那种小清新的东西，我感觉套一个这个，哎，那画面马上对比度啊、颜色啊就很舒服。好多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直接炫出来的东西其实是比较素的。然后你把那个 J 通道直接 Z 通道直接叠上去之后，按那空间一下就出来了。不过我后来都没用这个，后来有那个 sRGB 了，我就都用 sRGB 了。我用还是 sRGB 后期去调色。问题调。对，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你，比如说你在 A1 合成都偏中性色，然后在 Premiere 里面最后调色，好像其实统一性更方便一点。哦，你就可以看到3维直接出了这张图是，啊，哎呦，这太怪了我操，这张我感觉好硬核。啊！这不硬的呀，这个就是一条路，然后而且这个地形是拿那个 CCD 自带的那个像 JB 一样的那个什么来着，就雕的，就是啊大概雕一雕，就是把它雕好。 ，OK，然后这个树就是把它克隆呗，就是拿2-3个树，颜色，对，就是它反正是 SKCD 又不吃资源，可以无限克隆，你就把它叠上去就好了。所以它主要我觉得你有很多小灯，然后还有雾，哦，对对对，Octane 就是很炫起来你的本对对对不太容，易。它多灯光特别的慢嘛。其实它主要是靠后期，这一张其实确实主要靠后期，那前期没什么东西，因为你后期接通到就是这种层次的东西很快就是出来的，就那种层次感一下很快，对，很快就出来了。五连发卡湾。然后就是其实这个我要开这个动画的时候，它的动画是在 AE 里面去调整的。我这边其实而且输出的时候输出了高帧率，就它渲染的时候好像是我乘了1倍，就是好像是我工程档是25嘛，然后我是50的。然后用那个 A 的时间重置是吧？然后去拉了一下这个。对，就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如果因为2个衔接你在 CCD 里面是不好做的嘛，你是不好衔接嘛，所以不如输出个高的，然后你到时候再去合。然后这个动画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到了一个这个位置之后，往后全是直线的，就为了后面好调整，所以它运动其实全是直线的，包括这个也是，就是它的运动其实2个到最后的都是直线，然后最后靠 AE 来调整那个节奏感，就刷了一下进去，然后慢慢的感觉。这是靠这个动画是等于说是在 AE 里面做的。那个插件就是CC 对这个 C 对，你就手动 A 自带的。对，就是你把它的尺寸和位置去对一对，能叠加在一起就好了。对，然后其他就是合成细节上，比如和一些高光，然后周围一些就画面一些控制吧，就这种镜头算是比较特效的镜头，所以你会有一些主观控制的一些画面。其他部分讲的话，看其实就是动画部分看一下，就是其实我动画没有怎么说，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后面我在看弹幕的时候，他们说这个车飘的太假失真了，其实确实是一个这个情况在，
就是当时 K 动画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像角度我就没有从一个很认真的一个车的去考量，因为其实像车的漂移，它其实我后面了解一下，它其实也蛮讲究的。它有说从内道飘外道，或者说外道飘内道，或者内道飘外内道飘内道。然后 A186它就是典型的内弯漂移，所以这是它优势所在，就是说，当别的车它一定是有一个比如像 FC 它是我忘了 FC 是什么漂移方式，它会有个内到外或者从外到内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就是 A1它的优势，那个 A186它的优势所在，它可以从内弯漂移直接超过你这个坎，所以这是它的优势所在。所以其实漂移蛮讲究的，包括汽车运动其实这块蛮讲究的。但我在 K 的时候，我就把它当成一个动画就可以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我看起来帅就够了，就感觉帅就行。对，但其实会失真的，因为特别做写实的，就你看这个东西，它其实它漂移、路弯、角度这些什么东西都不对，而且车速也很快。但我当时觉得，是外道。对，看的还行啊。我觉得是不行的，因为其实很多，因为不是我讲的，就是很多弹幕在讲这个，这个车失真了。其实我觉得，确实是，就没有搞好。那如果说要调整，你觉得应该怎么调？首先，它路弯角度，我觉得其实可以直接看这个 CCD。这个工程档是，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这个。我还在关呢。其实当时在 K 这个车的时候，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它首先是那个啥来着，它的发动机在前面嘛，那车头比较重嘛，所以漂移的时候，它的那个旋转轴应该是在这个点上的。我看下这个车，我觉得应该这个车是有在一个点上的。就我当时反正把轴是放在那个前轮的前轮啊，对这个点，然后呢，所以它漂移就是基本上是说前轮固定，然后后轮再打滑嘛，所以是这样这样去想的。但是其实这个车的那个路弯角度是不太对的，你看一下，就它漂移太迟了，你知道吧？对，感觉是一个不是很完美的漂移。对，它应该从这一块开始，就是对，从这一块开始就应该开始，对，应该打急一点，对，直接对抠住这个弯，对，然后再回正一下，再走。而且你要遵从原著党的话，就是说它而且还是要内弯，还要注意内外弯，就要靠里面去贴，就真的靠里面去贴着走。我这还到了外面去了，就所以就不太对的。快摔下去了。可以。不过我们不懂车的，其实看不太出来。就从片子的角度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其实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去太去考究这一块，就是基本上是从的片子的角度，觉得把这东西我单纯从动画角度就觉得，好像这样贴起来是顺的，我就没去管了，确实是不太对的。那你像后面这些飘的这些碎片什么的？这只是说为了增加一点那种感觉，其实这些都是用克隆做的呀。然后这上面是材质都是就是一些碎草什么的，都是一些碎草什么的。OK。对，就包括那个镜头，包括这个镜头，可能很多人有问我这个镜头怎么做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用 CCD 自带的那个克隆，加那个粒子，其实就往上叠粒子发射嘛，多叠几层嘛，就可能很细碎的一层，然后大的石头颗粒一层，然后草一层，然后让它发射，然后再用克隆效果器和阈值去控制，其实就有那种感觉在。效果都是那些大家熟悉的方法，但是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术点，就你看这个就知道了。对，效果真的挺好，这运动模糊也挺好的。
对，这个效果挺蛮好的。啊，这个运动模糊其实也是，前期炫的时候，这个炫的时候我没有前期运动模糊，但是我也是后期加的，就是我还给了我其实没有去给这个粒子一层那个通道，我是用这通道把前面这一层粒子分离出来，然后给了一层单独给了一层那个运动模糊，啊，就为了不让它是一颗一颗的在你面前，所以还是给了一点点。嗯，看起来好，还挺自然的，还有一种从地上翻起来的感觉。对对对，就包括车轮，它有一个上下浮动的那种感觉，就是它在踩这东西，它是上下浮动的。是啊，是是，对，哇，小细节，好厉害。对，就是你就其实我这个镜头做的挺顺的，就是你，因为我觉得基于现实的东西，你观察就好了，就是你观察就好了，你觉得应该有些这东西。你那个佛像那个镜头，那个草哦，就是那个草也被风吹，它有一点延迟，然后再被风带过去。啊，对对对，我给开一下工程，是这个，它也都是用自带的粒子发射，我连 XP，其实我 XP 都没买，有项目需求的时候找朋友借。其实我觉得好像也就是说，感觉那个风吹过来了，然后摄像机啪，然后还有一个弯，然后这个草就飞起来了。可以预览一下你每个镜头都用 Turbulence 做了一个模拟。烟雾吗？你说哪个？就是这个镜头你也做了嘛，然后前面好多镜头我看你也用 Turbulence 做了一个烟雾的。哦，这个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打算用这个做的，我一开始要用 AE 做的。艺术的。对，就 AE 那个粒子嘛，那个粒子，然后然后用 Particular 去发射透贴。哎，对，但我发现那样做效果不太满意，对，那个会假。对，那个比较考验合成，我感觉不是特别好。我可以开那个 AE 工程，那个其实一开始我是用 AE 做的。那个如果做一点点那种很淡的烟，可能还凑合，但如果一有体积感就差很远。对它那个主要问题是体积感的问题。其实好像体积感也能得到解决，就是它是可以计算灯光的，但是我就没有。但是它每一个都是一块啊，其实它是大量的透贴堆起来的。啊，对。哎，我觉得可以直接看成片里的好了。哎，那个找不到了。就有一些雾是哪些是用 AE 自己做的，就比如这个这个演就是拿 AE 去算的，就感觉看起来就会比较假了呗。哦，但其实你不说也好，我觉得是吧？然后还有一些他在跑的时候，就是这你看到没有？就这种东西。啊，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很怪，为什么会有白色的烟？那又是的，反正就会有加这些东西，感觉很奇怪。哦，所以你在轮胎的地方，我刚看你导出2个灯光到 AE 里去，就是为了发射粒子。哎，对，包括其实这个的合成技巧也是应该你们是知道的，就是拿灯光定位，然后 AE 绑一下，对吧？就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包括这种动画的时候，这种叶子是用来辅助这个动画，让它因为你要表现那种停下的感觉，如果你没有参照物的话，是很尴尬的，所以我会加了一个3人这种动画。其实 AE 里面也有一个那个 Lux 可以模拟体积光，但它肯定是比较假一点。哦，反正我后面是用这个算了，我发现那个算，哎呀，好难算，体积特别大，而且你看效果其实也不太好。但是算出来的就是会比那对个 AE 的粒子差了。对，特别它是直接在画面里面算，不用合成的话，肯定是比较好的。那个这些效果其实基本上就是自带的那个。那 VDB 像这种烟雾的运动模糊，用 Octane 能炫出来是吗？我还没有试过这个东西，没有试过，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反正我没有去试过，不知道烟雾能不能算。反正在你片子里看，我觉得都挺自然。但我没有去研究那个烟雾的运动模糊。
可能这个漂移会好像烟雾的运动模糊也需要输出那个 vector 的那个。对，它没有 vector，它应该算不出来吧？它都是主帧的。对，就还是要开那个模糊里的那个东西，烟雾，你们觉得也需要那个运动模糊 vector 吗？ speed。我感觉这个其实我觉得烟雾模糊用 Real Smart Blur 就可以了，对啊，我跟你讲，好像它没有特别讲究，因为它本身就它很是抽象，对无所谓。对对对，我感觉它没有很讲究。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嗯，下次再见。下次再见，拜拜。拜。